青史浩瀚，留名者寥寥。那些被一笔带过，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此刻，放下今日的纷扰，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听一个无名女子的故事。东汉末年，烽火连天。我是昭娘，生在陈国，嫁了个小小的县城书佐，在黄巾乱世里吃过草根粥，在董卓兵祸中藏过最后一口米，在曹操南下时数过米缸见底的日子。洛阳的火，官渡的烟，赤壁的风，史书上几行字，是我眼前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逃，在哭，在死。他叫周郎，没有做过大事，也没有留下名字，只是一碗凉饭分我一半，让这个家在乱世里一直没有散。这是他和我的故事。我坐在院子里，露水还挂在素叶青色的叶尖上。我是昭娘，说起我这一生，得从那个下住雪的清晨说起。不是那个清晨，是更早的。早在我还不会记事的时候，我生在陈国，父亲是个读书人，家里说不上富裕，但也不愁一口素饭。那时候天下还叫东汉，皇帝姓刘，京城在洛阳。我小的时候，洛阳是什么样子，我只在父亲的口中听过。他年轻时去过一次，说街道宽的能并排跑3辆马车，宫殿的瓦片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我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我见到的只是豫州的田、豫州的河，以及逐渐多起来的外乡人。他们背着破布包袱，说家乡遭了灾，要往南边去。那时候我还不懂遭灾是什么意思。我们陈国的村子不大，东边是田，西边是河，南边是一座小山，山上有座破庙，每年春天村里的寡妇们结伴去烧香。我以为天下都跟我们村子差不多，有田，有河，有山，有破庙。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天下很大，大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大到有人卖掉自己的女儿换1斗米。光和5年，我15岁，嫁给了县里的户曹书佐。他姓周，人老实，不善交际，写得一手好字，却不会说场面话。我嫁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做了3年书佐，家里穷，俸禄只够温饱。院子里种了2棵枣树，1架护瓜，旁边圈了一小块地，养了几只鸡。我娘送我的嫁妆里有1匹细布，1对银簪子，都是娘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把它们放在箱子最底层，平时不舍得拿出来。婚后我才知道，户曹是个苦差事。户曹书佐管的是全县的户口册子和赋税簿子，听起来是个坐在县衙里抄抄写写的差事，其实大半时间都在外面跑。每一季征粮的时候，上头的文书一道接一道压下来，催得急，百姓缴不上，周郎就得挨家挨户去催，催得轻了，上头怪罪下来，催得重了，百姓怨声载道。他回来了，心里也不好受。有一回他回来，鞋底全是泥，袖口撕破了一块。我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没事，路上滑。后来我从邻居嘴里才晓得，那天他去了东乡的几户人家，有几个老汉跪下来求他宽限几日，说家里的粟早就吃完了，等下一季收了再补上。周郎站在田埂上，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没有答应，也没有再催，只是把那几户人家的名字记在了手板上。回来后一个人坐在灯下想了很久。我问他想什么，他说想着怎么跟上头交代。那几年县里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沉，村里的老人开始议论朝廷的事，说时常是把持朝政，说外戚和宦官轮流把皇帝当成傀儡，说天下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坏，读书人不愿意做官，做官的不敢说真话。我年纪小，听不懂这些，只觉得父亲的眉头越皱越深，他在家里说话也越来越少。那是黄巾之乱之前的事了。光和7年的夏天，消息传来说冀州起了反贼，头上绑着黄布，几万人地往官府里冲。
我那年17岁，刚生下第一个女儿，还在坐月子。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反贼是什么意思，不是书本上的2个字，不是村口老槐树下老人们闲聊时提到的典故，而是实实在在的灾难，是夜里传闻，院墙外的火光，邻里仓皇收拾包裹的动静。县城里人心惶惶，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家开始往南边送信，打点盘缠，准备随时逃难。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周郎那点俸禄，这几年东补西凑，存不下几个钱。我抱着女儿坐在床沿，听外头鸡飞狗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往哪里逃？娘家在陈国，比我们这里还要往北。听说黄金在颍川、汝南一带闹得最凶，我爹娘带着弟弟妹妹也不知怎么样了，消息断了，一封信都送不出去。那天夜里，周郎在院子里把大门用木头顶死，又检查了一遍窗户。我问他，外面到底怎么样了？他说，别怕，县令已经派人去守城门了。我没有说话，但我心里知道，守城门也没有什么用。黄金的人如果真的来了，就我们这个小县城，几十个衙役能挡得住什么？可是黄金的人最终没有打到我们县来。隔壁郡县沦陷的消息1个月里来了3、4趟，每一次都说得活灵活现，说反贼杀了哪个县令，烧了哪座粮仓，抢了哪家富户。我每次听完都把女儿抱得更紧，心里庆幸我们县城太小也太穷，反贼大概看不上，但庆幸归庆幸，日子还是要过。那段日子，我们院子里住进了几户逃难的亲戚，他们是周郎的表兄一家，从汝南一路走过来，鞋子走烂了，包袱里只有几件破衣裳和一只缺了口的粗碗。他们来的那天晚上下住雨，表兄的女人和孩子浑身湿透，冻得发抖。我把家里仅有的2条被子拿出来，又生火煮了一锅野菜粥。周郎的表兄吃着吃住，眼泪就下来了，说，你们家的恩情，我们一家子记住了。我说什么恩情，都是自家人，能帮就帮，可是能帮多久呢？家里多了3个人吃饭，原本勉强够过的粟米开始不够了。我把女儿的米糊减了半，又把自己那份粥也减了半。白天还好，夜里睡不住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就睁着眼睛数墙上的裂缝，1条、2条、3条，数到后来也不知道数到哪里了，又从头数起。周郎白天下地查看灾情，县里派他去几个受灾严重的村子统计户口和损失，晚上在豆高昏暗的火光下翻动沉重的竹简算账。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下去，脸色发黄。我让他去抓点药，他说药铺的药比素还贵，忍忍就过去了。有一天夜里，我把仅剩的半碗素粥端给他，他不肯吃，说你先吃，你还要喂孩子。我说我白天吃过了，不饿。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这个家是他撑不起来，才让妻子孩子跟着受苦。可是他没有说出来，我也没有说出来，我们就那样对坐住，粥在碗里冒着最后一点热气。后来我说那就分了吃吧，一人一半。他点点头，接过碗去。我看着他慢慢地喝完那半碗粥，心里想，他今天走了一天，又算了半宿的账，比我累多了。那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才渐渐平息下来。朝廷派了大军去剿匪，黄金的主力在冀州、颍川、汝南接连被打散。我们县里的气氛也慢慢松弛下来，县城的城门不再天天关住，街上的人也敢出来走动了。只是逃难的亲戚在我们家住了3个多月，等局势稳定了才回汝南去。表兄走的那天，拉着周郎的手说了许多话，说将来一定要报答。我站在旁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那匹娘家陪嫁的细布拿出一半，送给了表兄的女人做件冬衣。黄金平定之后，
天下并没有好起来。那几年的光景像是雨停了，天却没有晴。县里的赋税比以前更重了，说是剿匪欠下的钱粮要补上，朝廷打仗花费大，下面的人得多担待。周郎每个月从县衙里领回来的俸禄时多时少，有时候一拖就是2-3个月不见踪影。我学会了精打细算，把每一粒粟都算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买盐，什么时候买布，什么时候该进山里去挖些野菜，全都记在本子上。那本子后来翻烂了，我又重新抄了一遍，再翻烂，再抄。中平6年，我22岁。那一年洛阳出了大事，董卓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是在腊月的一个傍晚。那天村里的老杨头吃醉了酒，站在巷口大声说，董卓带兵进了京，把持了朝政，听说皇上都成了他的傀儡。他的声音很大，半条街都能听见。有人跟着议论，有人摇头叹气，有人关上门不说话。我回到家里，周郎正在灯下看文书，眉头皱得紧紧的。我问他，董卓是谁？他说，是凉州来的军阀，带了10万兵进洛阳，挟持了天子，现在天下大概要大乱了。我那时不懂挟持是什么意思，只晓得不是好事。后来消息一点一点传来，说董卓在洛阳放了火，烧了3天才止，说宫里的珍宝被抢了，说洛阳城里的富户被杀了一批又一批，说董卓挖了几个大坑，把洛阳城外那些世家大族的祖坟都给刨了，说袁绍、袁术这些人都跑了。关东那边起兵要打董卓，那些消息有的详细，有的含糊，我听得心惊肉跳，却不知道洛阳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周郎拿着文书回来跟我说，上头下令各县戒严，说是怕关东的兵打过来。我问，关东的人不是要救皇帝吗？怎么我们也要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年头谁来都不一定是好事。我想了很久他的话，关东的人要救天子，救天子是好事，可是关东的兵打过来，难免要征粮、征夫、征银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又得跟着吃苦，所以谁来都不一定是好事。这句话我那时就懂了。那几年我一直没有怀上第2胎，说没有，其实也不尽然，有2回怀上了，都没能留住。我心里着急，嘴上却不说，只在夜里默默地求神拜佛。后来也就不那么执着了。我想，大概是命里没有，就是命里没有吧。战乱年间能活着就不错了，还要什么第2胎呢？周郎的俸禄时有时无，县库紧张的时候，一拖就是2-3个月不发米。他不好意思去催上头，我也不好意思让他去催一个小小的书佐，催什么催呢？可是家里的米缸见了底，总要想办法。我把娘家陪嫁的那对银簪子拿了出来，又翻出箱子底下的那匹细布，表兄的女人走后，我以为那匹布还剩半匹，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已经送出去了。我只好把剩下的那几件金银首饰与家里仅剩的几匹肩布拿去与城里的富户换些粗粟。那天我提着那些首饰和肩布去城里富户那儿，做主的是个瘦老头，递着一双昏花的帽眼，把我的首饰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物件是好物件，只是如今人心惶惶，谁也不肯出高价。我说那就折个价吧，能换多少粟就换多少。他称了称那几匹肩布，又把首饰放在秤上称了称，算了半晌，说给你3斗粗粟吧，3斗粗粟只够我们2个人吃1个月。我点点头，没有还价。回来的路上经过县城的大街，我看见街上比以前冷清了许多，不少店铺都关了门，贴着店主回乡的条子。有一家布庄的掌柜站在门口，看见我提着素袋子走过，忽然叫住我，问我布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多的可以再匀一些。我摇摇头，说家里已经没有了。他哦了一声，目光在我的素袋子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移开了。
我加快脚步走过，心里想，以后这日子不知要怎么过。晚上睡不住的时候，我就跟周郎说话，说县城里的米铺又涨了价，说城东的老李家把闺女嫁到了南边去，说谁家的牛被征走了，谁家的地荒了，说来说去都是这些事情。我说，我们县城这么小，哪一路的兵来了都麻烦，不如趁早想个退路。他想了想，说，往哪退？往南是袁术的地盘，往北是曹操的地盘，我们夹在中间，走一步看一步吧。他说的是实话。那几年豫州像一块被翻来覆去的布，谁来了都要垫在自己底下。袁术战过一阵，曹操也来过，后来曹操在官渡打了胜仗，慢慢的把这一片纳入了自己的地界。我不懂什么是官渡，只知道打完那一仗之后，我们县里来了新的县令，是曹操的人，说话口音跟我们不太一样。周郎的官职还在，只是换了一面旗帜，上头的命令从洛阳变成了邺城。我问他，这算不算改朝换代？他摇头说，还不是，东汉还没有亡。我心里想，东汉没有亡，可是东汉的朝廷已经不是原来的朝廷了。那些穿着官服坐在大堂上的，有几个是真心为朝廷办事的？可是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说出来也没有用。周郎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只能做老实事，操心那些大事，操心不来，也操心不起。建安13年，我36岁。那年曹操带了大军往南边打，说要一统天下。县里到处都在议论，说曹丞相带了80万人马去打江南，一路上旌旗遮天，连江水都被映红了。具体打到了哪里我不清楚，只知道县里开始大规模征兵征粮，告示贴在城门口，写住男子15以上50以下皆听征发。15岁的男子，我的女儿那年正好15岁。有人来问过她的亲事，我都推说年纪还小，再等等。其实我心里知道，这世道谁敢娶媳妇，娶了没几天，男丁就被拉走了，留下女人守活寡，那才叫惨。我见过那些被拉走的年轻人，他们在县城东边的空地上集合，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有的身上的衣服打了好几个补丁，有的脚上的草鞋都烂了，只剩一只。有个老汉追着队伍跑，一边跑一边喊，我儿子才16，你们带他去做什么？没有人理他。那个年轻人被绳子拴着，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他的娘站在路边哭得晕过去，我在旁边扶着，心里想的是我女儿再过几年也该说亲了。这世道，不知有没有人敢来提。那年的粟价涨得吓人，一斗粗粟的价钱比去年涨了3倍。我把家里的存粮藏了起来，白天不敢生火做饭，怕香味传出去招人眼馋。女儿问我，娘，咱们家是不是没米了？我说，有就是不多，省住吃。她不再问了，只是吃饭的时候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赤壁的消息传来，已经是年底了。那天夜里下住雪，周郎从县衙里回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高兴，又像是担心。他说，曹操打了败仗。我问，败了？他点点头，说，在江南听说火烧了连环船，死了很多人。我不懂什么是连环船，只知道曹操败了。我说，败了，那咱们是不是能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他没有回答。后来消息越传越多，越传越详细。我们先听说曹操打了败仗，又听说他的船被烧了，再后来听说他退回北方去了。乡里有读书人高兴地摆了酒，说曹操完了，天下要太平了。可是我看到的事实是，我们县里的驻兵并没有撤，征粮的数目也没有减，只是上头的人换了几张面孔，县令换成了另一个人，说话的口音也变了。周郎回来说，赤壁之后局势大概就定了，曹操退了兵，但根基未动，仍是北方最强的一支。孙氏坐稳了江东，刘使君也趁势在荆州落了脚。
咱们这里往后就是曹公的地界了。我问，那东汉呢？他没有回答。我想他大概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东汉还在，可是东汉的天子住在许昌，住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那还算什么天子呢？我不懂这些，我只是个女人，我只关心地里的粟有没有长成，米缸里的米够不够吃到明年春天，鸡下的蛋能不能孵出小鸡。建安25年，我53岁。那年春天，外面传来消息说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献帝被迫让位了，让给了曹操的儿子曹丕。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街上把旧的诏书撤了下来，换上了魏国的新令。县令在大堂上焚了香，对住新令叩了3个头，周郎站在下面看着，手里拿着新换的纸本诏令与一叠还没有来得及扔掉的旧竹简。他把那叠旧竹简拿回家的时候，在如豆的高火下做了很久，一页一页的翻，翻完了又叠好，放在箱子最底层。我记得那天下住小雨，院子里的枣树刚刚发芽，细小的绿叶在雨里微微颤动。我把饭菜端上桌，他一口都没有动。我说，饭凉了，吃吧。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有些空洞，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又像是什么都没有看。他说，昭娘，我这辈子伺候了3任主子，洛阳的、邺城的，现在又是魏国的。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许多。这几十年里，他瘦了又胖，胖了又瘦，头发白了，牙齿也掉了几颗。可是他还是那个老实人，那个在田埂上对着老汉说我做不到的叔祖，那个在高火下翻着竹简算账的丈夫。我说，你伺候的是这个家。他低下头，把那碗凉饭端起来，慢慢的吃。我看着他吃，心里想，他是个没有本事的人，一辈子只会抄抄写写，连1亩地都没有治下，住的房子还是当年成亲时县里分的公房。可是他在这个家里就是一个顶梁柱，他在，这个家就在。他放下筷子说，家还在，就还得往前走。那晚他吃完了那碗凉饭，又把那叠旧竹简拿出来，用布包好，放在箱子最底层。往后的日子也就像那碗饭一样，不是不想吃，而是有太多事情比吃饭更要紧。青龙2年，我67岁。那年春天，诸葛亮死在了五丈原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县里。诸葛亮是谁？我知道他是蜀中的丞相，听说很得民心，带兵打了好多年，每年都要出兵北伐。雍凉的魏国将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我对蜀中没有特别的概念，只觉得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传说里的蓬莱仙山，听说过，却从来没有见过。可是那天夜里，周郎，那时他已经70多了，腰也弯了，眼也花了，写字的时候手开始发抖，坐在院子里说了一句话。他说，诸葛亮一死，这天下2军大阵的恶仗大概要歇一歇了。我问他，怎么说？他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说，西边之所以能撑着，是因为有诸葛亮。诸葛亮这个人不只是会打仗，他懂治国，懂人心。蜀中那么点地方能跟大魏耗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他。现在他没了，蜀中剩下的人守城有余，进取不足。江东也是一样，孙权还在，可是一代不如一代。我那时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几十年的仗打下来，县里的年轻人少了一半，田地荒了3成，县城外的异种堆了一座又一座，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打来打去，最苦的还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周郎又说，这几方势力会就这样耗下去，耗到其中一个先倒下为止。我问，哪一个先倒？他想了想，摇摇头，不知道，也许是蜀中，也许是江东，也许……他没有说下去。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也许是大魏，可是大魏是我们的朝廷，我们的朝廷要是倒了，这天下岂不是更乱了？我们就那样坐着，谁也没有再说话。夜里的风吹过枣树，树叶沙沙作响，
像是有人在远处轻声说话。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下住雪的清晨，那个把半碗素粥分成2半的夜晚。我问他，你说咱们这一生算不算苦？他沉默了很久，说苦不苦？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们还活着。我点点头，活着就够了。周郎走在我前头是在正始年间，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那几年大魏的皇帝换了人，年号也跟着换。我年纪大了，跟不上这些变化，只记得枣树结了特别多的果子。那天是个晴天，周郎把梯子拿出来要打枣，打到一半，腰疼得下不来。我扶着他下来，他靠在梯子上，笑着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谁老了？我都70多了，你才73，我都不嫌老，你倒先嫌自己了。”他笑了笑，没有说话。那天晚上，他吃了一大碗粥，又吃了10来颗枣子。我说：“今天胃口倒好。”他说：“枣子是自家的，甜。”2个月后，他在一个夜里没有醒过来，就那样走了。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骨头凸出来，硌着我的手心。我想，他这辈子没有做过大事，也没有留下名字，可是他这一双手抄了多少文书，算了多少账，挨了多少上头的批评，护住了多少百姓的一点点积蓄，我都知道。我知道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什么忠孝节义，就是这一个家，就是这几亩田，就是县城里那几个叫他周叔佐的老百姓。他走后，我跟着儿孙过日子。他们在县城边上置了几亩薄田，勉强能过日子。儿子是个老实人，和他爹一样，不会说场面话，也不会巴结上司，做了一辈子小吏，也没有发财，只是平平安安地把一家人拉扯大了。孙子会念书了，有一天回来问我：“奶奶，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愣了半天，那个问题我想了很久，10几年、几十年的事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最后想起来的却是那年腊月，老杨头吃醉了酒，站在巷口喊董卓把持朝政的情景。想起的是那些被绳子拴着拉走的年轻人，想起的是家里米缸见底的时候。我想不出来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知道那些年家里的米缸是满的还是空的。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跑出去玩了。甘露2年，我已是90岁的老妪了。这年的秋天，我坐在院子里晒素，旁边是我最小的孙女，她那年才5岁，正在数蚂蚁。那是我女儿的孙女，我女儿前2年走了，走的时候58岁，比她爹周郎活得长。周郎要是还在，该有100几岁了吧。我忽然觉得很困，就靠在墙上打了一个盹。等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斜了，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小孙女不见了踪影，大概是被她娘叫回去吃饭了。我想起来，却发现腿使不上力气，就那样坐在墙根下，看着院子里的鸡在找虫子吃。枣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了一片，落在我的脚边。院子里很静，鸡叫了2声又停了。孙女的娘从屋子里出来，看见我坐在地上，慌忙跑过来扶我，一边扶一边埋怨：“娘，您怎么坐在地上？地上凉。”我说：“我想坐坐。”她扶我进了屋子，给我倒了碗热水。我喝着水，看着窗户外面。窗户外面是院子，院子里是枣树，枣树的叶子稀疏了，秋天快要过完了。我想起周郎，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做惊天动地的事。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大概是没有给家里挣下一份像样的家业，没有让妻子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我知道，他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让这个家一直没有散。在黄巾之乱的时候没有散，在董卓进京的时候没有散，在曹操南下的时候没有散，在曹丕代汉的时候也没有散。因为他在，因为我在，因为我们都还活着。我这一生经过了东汉末年的乱局，看过黄巾的烽火，躲过董卓的兵祸，见证了天下从何到分，也亲眼看着一个朝代在文书里换了名字，
洛阳的火，官渡的烟，赤壁的风，这些事情在史书里可能是几行字、几句话，而在我这里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说，在哭，在逃，在死。我见过那些饥饿的脸，见过那些绝望的眼泪，见过那些在路边等死的老人，见过那些被征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年轻人。我也见过奇迹，见过打完仗后还能团聚的一家人，见过荒年里还能长出来的素苗，见过雪后出晴时院子里的那一抹阳光。我丈夫周郎一辈子都是个小官吏，没有做过大事，也没有留下名字，但他在乱世里撑住了这个家，让我和孩子们活了下来。我也是，我这个陈国的女人昭娘，没有做过任何值得记入史书的事，只是跟住他，在那个世道里相濡以沫了60年。他走后，我又替他守住这个家，走到了第90个年头。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但他活过。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但他活过。晚安，好梦。